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。介绍恐怖怪谈之前，基本上鬼月已经直播连3周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上周是会员版专属的，这周我不知道，要看看，因为这周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利开直播，因为这周好像有点事情。好，没关系。那今天我要记得这个恐怖怪谈是发生在哪个地方呢？它是发生在日本。那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一则恐怖怪谈呢？我必须说其实对我或者是大家的对好兄弟的一些印象，基本上是就会觉得说他们大部分都是晚上才会跑出来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白天其实也会看到好兄弟的。没错，今天这则经历是发生在白天哦，而且是大白天，一大早的时候，这个人他碰到了恐怖的状况。然后呢，我这样讲好了你们在坐电车或坐捷运啊，或者是在搭公车啊，或者在住一些饭店啊，看到那边有空的，你说我要那边，但是店家跟你讲说那边不行的时候，你还是坚持要在那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些东西后面代表些什么呢？没错，今天这一则的这个人的经历其实就跟这个有点类似。所以是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。这是在我高中1年级的时候，在电车上遇到的诡异东西的故事。那时我刚升上高中，搭电车上学的路途特别的远，2个小时的通学时间几乎都在电车上度过。当然，连续站2个小时，对高中生来说也相当的吃力，更别说早上电车特别的拥挤，所以我总是拼命的找座位，或者紧盯着看起来快下车的人，在他们面前卡位，心里默默祈祷他们快点下车。总之就是想尽办法要坐到位置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自己真的很蠢，但对那时的我来说，能不能坐到座位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。有了座位，可以看书、滑手机，甚至还能玩从家里带来的游戏机。就算考试前一天没复习，也能靠这2个小时恶补。所以我总是卯足全力想坐到位置。不过开学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在拥挤的电车上，不知道为何总有一个座位是空的。具体说出来怕被人认出来，所以简单的描述一下，那是一班早上6点半的电车，属于神奈川的某条私铁。早上通勤时间只有那种1排的长椅、3扇门的电车在跑，不过车头和车尾都有那种面对面的4人座。当然同一条路线也有其他车种，不是每辆都有这样的座位，但我每次看到空位时，都是在第3节的车厢车头的4人座。每到平日的6点半，我搭上这班车，走到第3节车厢那个座位右下角的位置，不知道为何总是没有人坐。我发现这个宝座后，就总是优先选择那个座位，简直是我的专属特等席。当那些大叔，抱歉，我以前是这样想的，和浑身汗臭，看起来像是运动社团的家伙们都还在拼命找位置时，只有我能悠哉地坐下来，然后我还会假装文艺，拿出沉默的羔羊来看，那种感觉简直好到爆炸。就这样过了半年，时间来到7月15号左右，那天我一如既往地坐在我的特等席上，心想着期末考也结束了，今天来看漫画吧。于是拿出了当时超迷的《钢之炼金术师》，或许就是这个举动惹祸了。刚坐下来不久，我听到我身后传来声低语。一开始我以为听错了，或是隔壁车厢有什么怪人在说话，但后来发现都不是。那种低语声伴随着一股温热的空气从我后颈处传来。如果你有在夏天搭过有冷气的通勤电车，就会知道冷气通常都很强，根本不可能会有温热的风。当时我还以为是空调的或管线故障之类的，但就在这时，我的后颈突然感到一阵疼痛，像是被指甲刮到一样。
同时身后那阵低语声也突然变大了。不，那不只是声音，而是窃窃私语的说话声。我确定有人在低声说话，虽然听不清楚内容，但那声音就像从我座位的椅背后传来的，明明那里应该没有人啊。于是我转过头，看到了那个诡异的东西。或许他当时正在瞪着我，总之他正在盯着我看。写下盯着我这个词可能还有点怪，但我除了这么形容之外也想不到别的。那东西有着人的轮廓，但它没有眼睛，也没有嘴巴，头部像一颗光滑的鸡蛋，没有头发，白皙光滑的皮肤像是易碎品一样，感觉就像服饰店的模特，但比模特可怕多了。他连鼻子都没有，一个白的发亮、光滑溜溜、像人又不像人的东西，正从我和椅背之间的细缝浮了出来。然后他就开始叽里咕噜的低语，明明没有嘴巴，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他就是在对我说话，而且还想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。那只手跟他的脸一样，白皙光滑的指尖，只有食指是红色的。就在那时，我突然明白了一切。老实说，我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全身被冷汗浸湿，搞不好还吓得尿裤子了。我尖叫着从座位上跳下来，抓起膝上的背包，头也不回的往其他车厢狂奔。我把那些站着的大叔都撞开了。跑到第7或第8节车厢的时候，刚好到了下一站。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冲出车门，我完全不敢回头，就怕那个东西会追上来。那天我肯定迟到了，但我宁可迟到，也不想再跟那东西搭同一班车。最后我打电话给爸妈说头痛，请了病假回家，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回家的时候，我还请怀疑的爸妈往我背上撒了盐。隔天也正常去了学校，但那天穿的制服却再也没办法穿了，因为靠着座位的部分全部都被不属于我的乌黑的血侵蚀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搭过那班早上6点半的电车，即使在挤满人的电车上看到空位，我也不敢坐了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会想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跟爸妈说，他们也不会相信，反而会怀疑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。跟朋友讲，也只会被当成笑话。长大后，我认识了一个能看见他们的朋友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他，他说那种容易聚集不干净东西的地方，其实真的无所不在。他说，像我这种灵感比较弱的人，就算靠近那种地方，应该也感觉不到什么，但灵感普通的人会在那种地方隐约感到不舒服的气息，所以一般人会在下意识的避开那些座位，因为他们不想遇到麻烦。像我这种灵感弱的人就会感觉不出来。他说，而且有时候真的很厉害的东西会不经意的出现在那种地方。虽然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无聊，但我想说的就是，你们搭电车的时候可要小心那些空位啊！讲完这个，你们搭捷运或搭电车的时候还敢去坐那些没有人要坐的位置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搭过电车或捷运了。有啦，我搭捷运大部分都是去搭机捷啦，要出国的时候，或者是大堵车的时候，我有搭过。可是因为时间没有到2个小时，就算没有位置，我还是会用站的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不知道但是说坦白啦，那些人都不想坐的地方，不想住的地方，你硬要去做的话，你有时候要想想，大家都不做，大家都不想碰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去想那个原因，或许你就大概知道了齁。反正现在不是在台湾有一些会常常那个什么正义魔人啊，会要什么要你那个强迫要换位置啊，说什么那个不爱坐啊，这种位置就让给那些人去坐，你还是乖乖的坐，人家不坐你就不要坐了齁。好 ，OK， 我是勾上的秦明。那今天这则怪谈齁，我
给它的恐怖指数大概是3.5颗星吧，有可能大白天人又很多。假如是晚上的话，那这就真的很恐怖了。好，那今天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咿呀嚓嚓。